春秋时期，周天子已经失去了统治力，礼崩乐坏。但在这时候出来个人，提出要尊王攘夷，要让礼乐回归正道。这个人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江小白。如果各位观众老爷喜欢本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齐桓公江小白，姜姓齐国的第16位君主，本来是齐国国君是他的哥哥齐襄公，但是他作死，然后就被人干掉了。要说这位齐襄公也是够奇葩了，在他上位后干的最著名的一件丑事就是和他的妹妹有私情，后来把他的妹妹鲁桓公杀了。在齐襄公继位的第3年，他决定迎娶周庄王的妹妹，便邀请了周天子的妹夫鲁桓公前来主持。此时的齐襄公的妹妹文姜已经嫁到鲁国15年了，文姜就和鲁桓公说一起带她去，鲁桓公心软，就把她给带了回去。文姜到齐国之后，和齐襄公死灰复燃，晚上也不回鲁桓公所在的驿馆，而是和他的哥哥齐襄公在一起。次日回去后，鲁桓公就大发雷霆，文姜是不思悔过，转头就向齐襄公告状。齐襄公为了和文姜长相厮守，就想方设法要解决掉鲁桓公。他先是将鲁桓公设宴款待，在鲁桓公回去的时候，派公子彭生想办法在路上解决掉鲁桓公。之后呢，鲁桓公被彭生杀害，而齐襄公兄妹两人就开始明目张胆了。鲁国国君莫名其妙死在齐国境内，而且是在赴宴回驿馆的路上被杀，那鲁国肯定不会就任他胡作非为的，一直不依不饶的要齐国给个说法。齐襄公没办法，就把彭生给杀了，算是给鲁国交代了。这件事情把他的2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白给吓跑了，害怕自己再成为他的替死鬼，一个逃去了鲁国，一个逃去了莒国。就在2位公子逃走不久后，齐襄公就被他的堂弟公孙无知给杀了。公孙无知就自己当了齐国的国君，但是这公孙无知也不是一个管理国家的好手，他的残暴程度和齐襄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后来公孙无知就死在了他曾经虐待的大夫雍廪的手上。雍廪杀公孙无知纯属就是为了泄私愤，根本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。事情发生后，他就和齐国的其他大夫商量，要从齐国的公子中选出一个。后来他们就商议出来了，就是我们上边说的逃走的那2位公子。然后就有了谁先到都城，谁就是齐桓公的事情。本来这是一场还算公平的长途赛，鲁国为了利益一直拖着不让公子纠回去，而齐国想要公子白当上国君的一派，就暗地里快马加鞭地通知小白回来。小白是紧赶慢赶，终于快到齐国了。公子纠就派出了他的老师管仲要去干掉公子白，只要把他干掉，公子纠就是唯一的继承人了。这管仲呢也是射箭的一把好手，正好射在了公子白的腰部，随即回去就向公子纠报喜。公子纠一听成功了，在路上晃晃悠悠过了几天才回到齐国的都城。回去一看，公子白已经坐在齐国的宝座上了。原来当初管仲并没有射死公子白，射出去的箭正好被卡在了公子白的腰带上。公子白被射中之后就装死，让公子纠放松警惕。而公子纠一看这情况，就连夜出逃去了鲁国，可不能被齐桓公给抓住。齐桓公继位没多久后，就派兵攻打鲁国，在前10将鲁军打败。打鲁国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公子纠。在鲁国兵败后，小白的师傅鲍叔牙就写了封信给鲁国，说什么我们国君和公子纠是兄弟，不方便动手，鲁国你们把公子纠杀掉，把公子纠的师傅赵乎和管仲送过来就行，如果不服从的话，你们明白后果的吧。随后鲁国就照办了，毕竟当时的齐国是十分的强大呀。齐桓公本来就是要杀掉管仲的，多亏鲍叔牙的劝说，才将管仲的性命留了下来。他说如果治理齐国的话，有他和高息2人就足够了，但是想要成就一番霸业的话，必须是要管仲。之后齐桓公摒弃前嫌，拜管仲为相。齐桓公就在管仲一众的帮助下，成为了最早称霸的一个诸侯国。齐桓公年纪轻轻，齐国就已经十分的强盛，于是他就膨胀了，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，便出兵攻打自己的邻国鲁国。管仲劝他没有一点用，一意孤行，在长勺吃了败仗。这便是曹刿论战的故事了。由于齐国在前期战事的成功，鲍叔牙和一众齐军将士都认为鲁军必败，而曹刿领导鲁军坚守，
在齐军前2次的进攻中，曹刿都选择不和齐军交战，让弓弩手防御。到了第3次进攻，曹刿看出虽然齐军进攻依旧凶猛，但是势头已经没有前2次那么凶了，于是向鲁庄公建议出击齐军。鲁庄公亲自为军队擂鼓，齐军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之后的追击战中又击溃了齐军，洗刷了之前的耻辱。齐桓公也算是为自己的自大而付出了代价，而这也让齐桓公得以冷静下来。他引以为傲的齐军连鲁国都打不过，那么如何击溃更加强大的楚国的？只有文武并用，不光要用拳头，也要用脑子，才能让齐国一步步走向巅峰。公元前684年，齐桓公再次攻打鲁国，鲁国战败，鲁庄公就想割地求和，齐桓公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但在宴会上，鲁臣曹沫劫持齐桓公，逼迫齐桓公归还齐鲁边境的汶阳。齐桓公脑袋被架在刀上，只能同意。之后齐桓公想反悔，但是被管仲劝下，说这件事让天下人知道齐桓公的信誉，一些小国便开始依附齐国。周天子也想利用齐国来重新树立自己的威望。在齐桓公2年，齐、宋、陈、蔡、朱5国在齐国举行会盟，集思广益解决宋国的事情。齐国在那时候对周天子还是很客气，挑明了自己是周天子的臣子。周天子对齐国这个态度也是十分满意。在齐桓公6年，宋国是背弃了当时的盟约，齐国就邀请陈国和蔡国出兵伐宋。齐桓公带着礼物去了周王祭朝拜周天子，说宋国不尊重周天子，又随便废立国君，请周天子派兵兴师问罪。要说这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还真的是要看齐桓公。周天子也想利用这次来立威，就答应了齐桓公的请求。齐国的联军成功地打着周天子的名义讨伐宋国，宋国不想背负抵抗王师、对抗天子的罪名，于是打都没打就结束了。齐桓公一看这办法好用，在次年的卷地会盟又把周天子的人给拉了进来。在齐桓公8年，他又把各种小国全都拉到一起，在幽地会盟。这次会盟也正式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。公元前663年，北方的山戎攻打燕国，燕国根本无力抵抗，于是燕国就想到了齐国，而周天子已经不能再发号施令了，只有强大的齐国才能救自己。齐桓公又得到了收人心的机会，于是就派兵出击，将山戎打回老家。齐桓公在走的时候告知燕庄公，要学前人，无论周天子怎样，我们还是该给天子纳贡的。而其他诸侯国一听这齐国又义气又敬上，都拥护齐国。之后齐桓公又帮助周王太子正登上了天子宝座，周天子对齐国感觉更加良好。在齐桓公35年的葵丘会盟，周天子给齐桓公赏赐要比其他诸侯要多得多。可惜一世英名的齐桓公到了晚年，管仲等人相继去世后，齐国就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齐桓公43年，齐桓公的5个儿子争位，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放了67天才被收，可见对子女的教育的重要性。那么大家对齐桓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